你替本侯了了皇上一桩心事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能帮侯爷分忧是草民的本分，不敢要赏赐。既然你不要赏赐，那我就要数数你的罪状了。你该知道，擅改皇家葬制是要杀头的。侯爷，草民不敢，草民不敢啊！这样吧，本侯恩威并施，先杀了你，再赏你一副上好的棺材和金银陪葬。侯爷，草民是自愿来皇陵的，不是被抓来的。侯爷可知草民为何一定要来？想显示你聪明过人，但智者不寿，聪明人死得早。草民是想侯爷赏一口饭吃，草民想跟着侯爷侍奉侯爷。想跟随本侯的人多了，凭什么选你？侯爷的大公子在工部为官，公事繁重，草民愿用毕生所学的建筑堪舆之术，为侯爷还有大公子肝脑涂地，鞠躬尽瘁啊！侯爷，说，此人来路查明了，温州府生人，8岁父母双亡，流落到江宁府清泉镇，跟着一个木匠营生。前不久一场大火让他流离失所，只能北上寻找出路。于几日前刚到京城。此人留用。多谢侯爷。去侯府报道，不得有误。侯爷，小人还有一事相求。与草民同行的几人在墓道中不幸殒命，若侯爷能对他们月行抚慰，他们九泉之下定会感恩侯爷的厚德。在下藏海，是新来的幕僚，劳烦通传一声。稍等。你是藏海，在下正是。这是你的衣服和腰牌，收拾好你的行李，明日去后门的摄人府报到。是。我的好徒儿啊，你这一出手就帮皇上解决了难题。是李贵太妃自愿显灵挪官，这样一来，皇上既得了臣心，又没有失了民心。你让宗亲在武帝首登，正好给了皇上理由。让诸王在封地守孝，特别是林子王。林子王要是回京奔丧，只怕会蠢蠢欲动。你从根本上解决了藩王回京作乱的可能。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，怎么一场大雨，这李贵太妃的棺椁就塌了呢？快跟师傅说说。这事儿吧，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我刚进灵殿的时候就发现，这地底渗水严重，已经腐蚀了金井还有棺椁，而固定棺椁用的龙山石并没有卯合。如果此时刚好有一块雷击木楔塞进棺椁的下方，改变了棺椁的平衡，再加上一场大雨，地水滋漫，重压之下，这李贵太妃自然就显灵了。哎呀，你可是得了星斗的真传呐！啊，
我只是没想到这朝廷的贪腐之风已经这么严重了，连修皇陵都敢偷工减料，现在被人发现，倒是可以好好修缮一番。贪墨都贪到皇上头上了，别看他们对皇上3跪9叩、山呼万岁，这心里头谋的那都是门后私计。要是父亲还活着，看到如今乌烟瘴气的青天剑，该有多难受啊！无论如何，你这第一步迈得很成功，在平津侯面前大放光彩。怎么了？昨日平津侯把手放在我肩膀上，我这手竟抬不起半分。师傅帮你揉一揉。师傅你轻点啊。来，认真啊。我现在总算明白恩公为什么不让我习武了。这平津侯敢让我离他这么近，他对自己的武功一定极为自信，但他又死死地按住我的肩膀，可见此人有多么的谨慎多疑。他身边有精锐卫兵保护，又时刻贴身穿着金丝软甲，大庸数1数2的高手未必能进他身侧。就算你习武，只怕剑未出鞘就被他杀了。用武力取胜，是为下策。算了，反正如今总算进得侯府，从长计议吧。等进了侯府以后，我再好好摸查一遍，等待时机。有事就到客栈来找我，别漏了行迹。师傅，平时我不在您身边，您都在干什么呀？要是您不是我师傅，您会在哪儿？会做什么呢？我当然有自己的事儿了，要不是陪着你复仇，我逍遥得很呢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信种师傅跟我说了，恩公和3位师傅的身份都可以来问您。想知道？这顿你请。师傅，我年纪尚轻，囊中羞涩。这我年纪大了，还两手空空的，岂不更可怜啊？拿过来吧。行。可以说了吧？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了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哎，又骗我！银子还我！兵不厌诈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哎，你就是新来的幕僚？在下藏海。我叫慧剑，也是侯府的幕僚，比你早来个2年。从今往后呢，咱们就是同僚了，是吗？不。哎，我听说你的事儿了啊，本事不小啊，居然能够活着从皇陵里出来，还进了咱们摄人府。今后还有劳慧剑兄多多照顾了。哎，照顾谈不上啊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在咱们摄人府里，太有本事未必是件什么好事情。大概我也关照不了你太久。慧剑兄真爱说笑。来，跟我来。我给你讲讲这儿的规矩。你刚才进来的那个门，每天卯时开，亥时闭，是专给侯府里边下人们进出的。正门呢，是供侯爷和家人进出的。除此之外，只会在逢年过节时开半个时辰。咱们幕僚呢，每日辰时到午时著书立传，未时到酉时论述时政，饭点儿就去东边的厢房吃饭，戌时要做完晚课才可以上床睡觉。大致呢就是这些。
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哎呀，这些规矩其实都是侯府的长史杨大人定的，其他时辰你可以自行大法，自行安排。不过我每天做完这些事情之后，就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了，倒头就呼呼大睡。你也一样。这杨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我带你去书院看看。有劳惠建兄。楚兄，侯府里来了青年才俊是件好事，何必如此惴惴不安？这个藏海我在皇陵里见过，此人聪明谨慎。杨兄，对此人可不能掉以轻心啊！楚兄真是多虑了，他只要能为侯爷分忧，我杨某感恩戴德还来不及，有什么需要顾虑的？太后下葬的难题，你我都没有解决。倒是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藏海给解决了。只要敢冒险，我也能轻易解决。但这事儿必然是8分恶果2分善果，你我这种人没必要。他还年轻，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，要赌一把也很正常。这么说，他倒有些像年轻时的杨大人。我看此人野心不小，恐怕日后不甘于在杨大人之下哦。侯府真有后生能青出玉兰，我杨征自当旗鼓还乡，退位让贤。不过我听说，此人擅长的是风水堪舆啊。我看你不是替我着急，替你自己着急吧。将军，承让了。伯爷，再来一盘。曲兄，侯府里来了新幕僚，我是摄人府的管事，不去招呼一下，有点说不过去。先走一步。好了，这儿就是书院了，也就是幕僚们著书的地方啊。杨大人吩咐了，要将侯爷的功绩记录在册，每隔一段时间呢，他就会挑选佳作呈给侯爷。这日后啊，你也要和我们一样的。所有的文章都由杨大人转达，若侯爷要议事，也是如此吗？想什么呢？啊，你要让侯爷面对几十张嘴，叽叽喳喳的议事吗？烦不烦呀？人家杨大人会把议事的条程给布置下来，幕僚们呢各抒己见，哎，他得让人记录下来，把好的呈上去。这不过嘛。这最后啊，侯爷采纳了谁的意见，我们谁都不知道，因为最后统统都变成了杨大人的意见啊。王侯开国，子孙世袭，故称世家。所以这本《侯门记事》起名《庄氏世家》。杨大人，慧姐，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就是那位帮侯爷解决太后下葬难题的风水先生。在下藏海，拜见杨大人。果然是青年才俊，侯爷身边得到如此的人才，是我杨征之福。慧见方才把这里的规矩都跟你说了吧？是。这儿的规矩比太学、詹师傅的都要大。但你们在这儿养成了规矩，以后到了朝堂之上就不会犯错，才不会给侯爷丢人。杨大人的意思是，幕僚们还有机会进入朝堂议政，在朝为官了。当然啊。侯爷设摄人府，就是为国朝选贤举能、提拔栋梁，难不成让你们在这里都虚度光阴吗？不过你们这些读书人知道怎么跟侯爷这个武将打交道吗？
一不小心就军令处罚，到时候别说加官进爵，就连小命都可能不保。我不护着你们，谁还能护着你们？还是杨大人思虑周全啊。我为什么让他们在这里编撰装饰世家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侯爷，知道侯爷的喜好，免得在他面前失了欢心。只要将来时机成熟，我定会引荐他们，得到侯爷的赏识。原来如此，小的受教了。你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今后在侯府定能崭露头角。杨大人，嗯，侯爷问起今日是否有一名叫藏海的幕僚前来报道。啊，侯爷什么事？侯爷说让他看看内园的风水。啊，是这样啊，藏海在这儿，赶紧去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要紧的事差点忘了。昨日暴雨，祠堂漏水，侯爷命我找人修缮，但祠堂的屋檐斗拱都是老式的法子，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会这门手艺的工匠。等又落了雨，那祠堂的祖宗牌位又要遭罪了。听说你会堪舆之术，修缮旧宅，不知道会不会？小的对堪舆营造之术略通一二，或许可以帮到杨大人。哎呀，太好了！看今天的天色，恐怕是要下大雨，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。算了，见侯爷要紧，别耽误正事儿。侯爷要是怪罪下来，我担着就是，怎么也连累不到你的身上。祠堂供奉的都是庄稼先祖，大庸以仁孝治天下，侯爷也是至诚至真之人。我若放任祠堂失修，导致庄稼先祖牌位受损，乃我大失职啊。可是侯爷那边，还请杨大人替小的给侯爷回个话。小的今日恐怕不能替侯爷看园子了。你放心，侯爷跟前我一定听你美言。谢谢杨大人。你没见到平津侯啊？侯府守卫极为森严，平津侯不愧是行务出身。他平生杀戮太多啊，自然也怕别人杀他。我仔细看了日头和云彩，当晚确实会有一场大雨。我若放任不管，下雨祠堂必会有损。到时候他杨真再到平津侯面前谗言几句，我的处境就很堪忧了。所以我选择退一步。但也错失了良机。这几日，平津侯便再也没有找过我了。国事难期是常态，平津侯贵人多忘。第一日他记得你，第二日啊，或许还残留一些印象。到了第三日，他就彻底把你给忘了。杨真太了解他了，知道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机会，就很难再突围了。恩公说的没有错。杨真这个人表面和善，骨子里虚伪善妒。他牢牢地把持着摄人府，将所有幕僚都笼络在自己手里，给他们画饼充饥，其实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养成了废人。而我要做的，就是除掉杨真，取代他的位置。
我阿娘还在家等我，你不是说我唱完曲就放我回去吗？哎呦，你瞧这小磊叔，我见犹怜，干嘛要走啊？这多煞风景啊！你就让我走吧，我肯定什么都不会说，什么都不会做的。哦，那你走吧。谢谢观音，谢谢。师爷辛苦了，杜县尉说这个小丫头就给您慢慢享用。正宫清风俊杰，忠义双全，呜呼哀哉。变白衣为黑时，刀伤以为霞。凤凰在怒兮，居无山屋。同绕于世兮。我今夜一路跟着曾轩出府，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长乐街，都怪我盯梢时被他发现了，让他把我给甩掉了。别急，长乐街以西是李仆射府邸，他怕杜良，不可能去。以南虽是梅相府邸，但他官职低微，很难见到梅相。还有就是袁绍成府邸，谁人不知袁嗣成为父党派，杜良又一向瞧不起出身卑贱之人。若你是曾轩，你会去哪里？他钻进了袁府，所以我们只要在外面等他出来便好。没错。好了，胎记擦干净了。这下好了，他们到处找，脖子上有胎记的新啊，可只能到梦里找了。对了，圣上对你态度如何呀？你不知道，今日你面圣时啊，我一直在给你卜卦。姑母，放心吧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嘛就是一个被冤枉了的倒霉蛋，谁能想到我才是做局之人？那你还得万分谨慎。如今郑元一死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这城里的百姓对你啊，那是又憎又怕。这第一颗棋既然已经下了，就必须要下到终局。杜良贪墨的那5000两军饷，上面有印记，他一定会找地方熔掉重铸。黑市那里有没有什么消息？你看，老鬼帮我们画了张地图，杜良的熔银厂就在东郊10里山坳处。熔银厂是我们敲定杜良罪证的关键，姑母你联系鬼叔，安排人手盯住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还有3刻，小姐。我余下的时间不多了。丹心，你身上还有更重要的事，必须赶在宵禁前出城。山林里的机关虽然都已经布好了，但是毕竟要做这么大的事，要不要我陪着丹心一起去？不用，你今晚就负责在袁府外盯梢，看到曾轩出来，立即告诉我。好。对了，袁绍成这个人危险吗？此人心术不正，身上有股邪乎劲儿。邪乎？再邪乎，还邪乎得过你？杜公，曾轩已死，这封信一烧，你便可安心了。有劳袁嗣成替我解决了这个麻烦。之前我对你说的那些话，你没有放在心上吧？下了朝，你我都是生意人，生意人心中自然只有生意。袁嗣成当真爽快，但你所图的，他不止这一间赌坊吧？杜郎中在乎赌坊，
肯定也不会是因为齐君山给你的那点分成吧？你在户部身居要职，只要有人想求你办事，便去那赌坊输上一笔银子即可。慎言，那可不是我的赌坊。你还有何所求？一并提出。独木难成林，杜郎中背靠李氏，还望杜郎中日后多多提携。赌坊给你了，我身边就缺你这样的义子。多谢杜郎中抬爱，不过义子的名分，我就不和齐君山争了吧。不过眼下，郑源的死还是得有个交代。那个元凶叶平安，你怎么看？我虽碍于圣意，不得不与他一起办案，不过也因此行事倒是变得更方便了。他想借更夫去寻找线索，不过被我借故阻止了。此人狡猾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依下观看，需斩草除根。少城先行告退。郎主，说，我亲眼所见，袁绍成杀了曾炫。至于叶平安，他今晚进了屋，便没再出来。盯紧他，一丝喘息机会也别给他留。是。郎主，郑源将巫医叶平安接到了府上看病，我们何不让他当替罪羊？你在他走后便动手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是。郎主，在叶平安离府后跟着他，确保他别遇上任何人。在子出时，再将他赶回镇府，然后秘密报告他行凶。还有，让更夫万办是真交报害朕。又做噩梦了吧？凝神香用了这么多年，竟也治不好你做噩梦的毛病。又快没了，我得赶紧给你调些新的。我这致幻药粉面生是用完了，姑母改日出城，再采些草药回来吧。平安，你知不知道为何我放着无香平静的日子不过，却放任你带着担心做这么危险的事呢？因为姑母了解我。错，不是了解，是因为那些日子虽然安稳，可我却未曾见你真心的笑过。所以我想，也许只有你真正解开心结，才能自在。计划刚开始，自然思虑的多些，往后都会好起来的。姑母这么担心我啊？跟你年轻的时候痴迷巫术，不愿意学医，还自处踪籍，这胆子可不比平安小。所以只有姑母才会支持我这大不韪之举。平安，记住了，圣上那关你必须得过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将大不韪变成大可为。遵命。姑母，平安，袁绍成把曾轩给杀了。我整晚都在袁府外蹲守，
未曾见到曾轩离开，直到偷听到袁绍成跟人说曾轩的尸首处理了吗？大哥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保管处理得干干净净。辛苦大哥。这才知道曾轩已经遇害。今天就是笨皮，都让他赢了。老大，刚收到独郎中密令，让咱们拖住叶平安。义父，都安排好了。人哪儿找的？有谱吗？信得过。这个郭义啊是个汉民，一点就炸。到时候闹大了，宵禁之前，叶平安入不了宫，就死定了。郭义，好样的！东走！诸位，我今天就是要替天行道，惩治凶手啊！就是他，咒死了我看病的外甥。还有一件事，军饷马上运抵圣都了，你速派人去容银厂，把剩余的银两尽快融好，转移回来。我办事，您放心。你是说，那新一今日有难？那羊掉进了狼群，还能有好吗？你不是还有事吗？该走了。还有比陪你更重要的事吗？天热的我心烦，没心情。那改天，随时。月儿，去找海尚书，告诉他，安心馆有骚乱伤人，两官当管。是。海公，月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安心馆有人聚众闹事。郎主，这事该公协管，你不好插手吧？民生事大，你去给公协送口信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别在这胡闹了！不能走！大家都静一静，大家都冷静冷静。有什么事情啊，尽管跟我讲，我替大家做主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这个巫女，她用巫术咒死了别人的外甥。你有人证吗？有啊。哎，这人呢？刚刚还在这儿。既然没有人证的话，那大家就都散了吧。啊，都散了吧。别动！躲开！躲远点！不要看！叶平安是个祸害，骗大家的钱，害死人家孩子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郭义今天就要为民除害！你，郭义，这个名字，叶心怡呀，我被那个郭义咬了一口啊！他读点破书，烤个破橘子又咋的？他也就是个做脚夫的命。我就骂了他一句呀，他突然就像只疯狗一样就咬人呐！癫狂、易怒，有伤人倾向，他有狂躁之症，需先将他安抚下来。郭义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根本没有伤害那个人外甥，也根本没有见过那人，你信吗？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！什么一面之词？害死了外甥的大哥就在那边，大哥，大哥！这人呢？海公，封建手已就位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老实点啊！告诉他们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此人读过诗书，
却当了小富，同情弱者，对官员缺乏信任。郭烨，你是个举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为了考取功名苦熬多年，可如果今日你因失手误伤了我，也会连累自己。你这么多年的努力，不就白费了吗？白费了如何？当了举子又如何？你根本不知道我吃过什么苦。圣上登基，天下更新。若碰上伯乐，我就有机会入仕。可我太天真了，我没钱，更没门第，想拜访一个小吏都需要入门礼。我做起了脚夫，他们对我喊打喊骂。可我也是读过诗书礼义的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心中有怒，所以冲动时你会伤人。我是心中有怒，但我郭烨从不伤及无辜，更不后悔。前天夜里，要不是那个人与我争论时辰长短，我根本不会动手跟他打。我不后悔，我不后悔。哎呀，那你现在不就在伤及无辜吗？郭烨，孔孟之道，仁义为先，读圣贤书，行君子事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还像个读书人吗？你本性良善，不要因为面前的困境而误入了歧途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散了吧。好，大家散了吧。海上书，这郭烨只是心绪不宁，并非故意伤人，还望海上书网开一面。叶平安，今天真让我见识到了你这疏导人心的本事。日后海公若有用得到平安的地方，平安一定随叫随到。可以啊，这里比咱们府上还要气派。好，赵玉，在去找人把墙上暗影的东西给我扒下来，换上蜀纹。是。司长，方才暗信馆有人带中闹事，但已被叶平安化解了。这肯定是度量那孙子出手了。我们既然上了度量的船，要不要帮他阻拦叶平安，卖个顺水人情？我看不必，他没有证据，待暮鼓声毕，他便难逃一死。郭烨，你刚刚说前夜跟人争论时辰，是怎么回事？那晚怪得很，时辰过得特别慢。慢？从雍正到亥正，我每日都捡4缸豆子和2个时辰，从未出过差错。可前天夜里，我按和往常一样的快慢泡捡豆子，却捡了5缸才听到打更。我告诉门房更夫打错了更，在册本上写下做工2个半时辰。你若想弥补今日的过错，需尽快拿来册本。好。平安，册本接着。
叶平安，我要灭圣。宵禁已到，1日已结，圣上不会再见你。来人，将此犯拖出去。鼓声未停，目睹600声方解，鼓声未停，今日就未过。那又如何？你不过圣上金口预言，纵只剩须臾，今日亦未过。你阻我灭圣，是要害圣上出尔反尔吗？你随我进殿吧。事情的经过便是如此。郭仪的册本能够佐证，民女在郑补阙府上被捕时，更夫有意延报了半个时辰，实为子出。验尸也可证明，郑补阙死时是亥时，他被杀时，民女并不在场。还有此物是民女在郑补阙府上搜查时发现的。民女猜郑补阙应该是拿到了户部度郎中贪墨饗银的罪证，才招致的杀身之祸。谁能想到棋局初开，你就用假眼换了真眼？对手歧路难辨，为了自保，那就必须将度量的亲笔密函握在自己手里，将临摹的假密函替换给郑源。可若你拿出这份真的，被别人发现的话，放心吧，我会单独灭圣，到时候没有人会知道我跟圣上到底说了什么。哼，这就是你寻来的证据，不堪一用。陛下息怒，你当朕是庸君还是昏君呢？仅凭一封言辞含糊的信，就意图污蔑一位大臣，朕昨日就该赐死你。民女自然当陛下是明君，仿制民女查与不查，陛下心中早已如明镜。民女一无所有，唯有心诚。心诚？你是赤子还是狼子啊？赤子为弓，锐而不拔；狼子为剑，锐而破竹。两仪相生，皆为陛下的子民。郑源一案非你之过，不过这密函也别再提了。谢陛下。李氏和武氏不和，圣上拿到密函后，很可能会认为是武氏在借机构陷度量，不会轻易下定论。况且，度量在李氏也是根深叶茂，仅凭一封密函，我们还扳不倒他。那怎么办？你这功夫不是白费了吗？不会白费，我自证的清白，圣迹也是圣上给的。在圣上眼里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是一颗只忠于他的棋子。而我们只要设法让刑部得知度量龙吟场的所在，再结合这封密函，就能在圣上心中埋下怀疑他的种子，这就够了。你虽懂得一些相面一心之术，但以后别再拿什么窥梦之说来欺君了，明白吗？是。有些病可不止心病这么简单。复古之居，国之顽疾。陛下，如有用得到平安的，平安愿为陛下分忧。不急，慢慢来吧。谢陛下隆恩。接到密报，东郊10里外有人私容官银。在那儿，跟我走。老大，有捕手！老大，有捕手！有捕手！什么？哎呦，官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让开！你们这容银厂来历不明，我们要查封此处，带走。没想到海一平竟然横插一刀，帮了叶平安。刑部查抄容银厂着实蹊跷，所幸那批银子已经处理好，
损失个荣音厂也算不得大事。牢里那些人，义父放心，他们绝对不敢乱说。您觉得幕后之人是谁？此事怕是与梅党有关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麻烦滚叔了，我们就守在这里，等于入网了。这个度娘搞了通花里胡哨的把戏，想除掉叶平安，可他还是活下来了。此前是我低估了他，他卷入郑源案，肯定不是巧合。你查过他吗？已经查过了，却并未查出他的来历。更奇怪的是，我也查了他的姑母，此人混迹于下九流，并未入任何宗籍。那就对了，我估计啊，他也就是个被人收养的孤儿，查不出什么来历，正常。近些日子，来历不明的人未免也太多了。一个他，一个郑元府的侍女，肯定不简单。行了，每日思来想去的，你累不累呀？司长，出大事了！本营名人运抵圣夺的8万军饷，在官道上失踪了。什么？时辰到了。小娘子，你别过来！喝一杯。别动！幸亏遇见了娘子，要不然这大晚上的奴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哼，果真是个伶俐人，这么快就识破了我。人在恐惧的时候，手会发抖，可你没有。你是度量的人。剑夫子啊，听听多好笑。他说我是度量的人。郑源与我有旧怨，他被杀前几日，我派剑夫子一直在他府外蹲守，伺机寻找复仇的机会。直到他被杀当日，你的身影出现在郑府。随后郑源府上便发生了种种变故，你猜会不会有人认为，这原本就是你布好的局呢？你的猜想很大胆，哪有你以身饲虎大胆？他本应该死在我手上，都被你抢了先。为什么想他死？你为什么想他死？你来找我，无非是想与我合作。既然要与我合作，又何必多番试探？你说的对，所以你还不赶快告诉人家，你这心里都想些什么呢？我不管你什么来历，找我合作却不听我的，那我根本不需要你。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吧。我在万国乡那些公子哥身上，可能打听到不少消息。
通权。御史案。现在开始，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。那我可要领教一下你的本事了，万莫让我失望。